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看手相之人运，掌中有元宝纹，小元宝小富，大元宝大富，反正早晚都能富。一、拥有双鱼纹之人，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相纹路。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指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，手掌中出现的半弧状的交叉纹，形状像一个鱼形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文采出众，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。有这样的掌纹的人往往能力过人，才华横溢，智慧超群，而且运气很好，一般都能成为行业中的成功人士。成功以后房子车子不在话下，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。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红润，掌纹细腻，那么这个人官运好，依靠自己的努力会踏上官职。二、拥有玉颈纹之人，一般的颈字纹都是比较小的，由小杂纹和小细纹构成，这样的小颈字纹运势有多大可想而知。那么玉颈纹就不一样，玉颈纹是由双事业线和太阳线、财运线构成，形状大，运势也大。手相玉颈纹之人，事业运势很强，步步高升，绝非池中物，一飞冲天，指日可待。手相玉颈纹之人，百年难得一遇，学习时期就是天之骄子，颇有惊人才华，工作后注定会飞黄腾。假如在您的手相上有玉颈纹的话，成年后事业运势很强，步步高升，并非等闲之辈，事业成功指日可待。手相上有玉颈纹之人，百年都难一遇，年轻时上学期间就是天之骄子，颇有惊人才华，工作后注定会扶摇直上，必定是富贵之人，可喜可贺。三、拥有元宝纹之人，这个纹路才是真的元宝纹，它是由杂纹、生命线和智慧线，或者由财运线搭上事业线形成的纹路。如果同时掌形丰厚，颜色红润，手型端正，那么元宝纹的运势才能够得到彻底的发挥。掌中有元宝纹，早晚都能富，生命线和智慧线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。看命运好不好，运程顺不顺，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。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，分叉纹路有几条，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，延伸的越长，就表明钱财越多。这样的人生来含着金汤匙，此生注定横财不断，通过生意发家者也大有人在。手心元宝纹，四角不漏，属于大财库。一般来说，元宝纹代表有强的聚财能力。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元宝纹配合好的感情线，手心元宝纹更大的作用在于旺夫之财，说明你是你丈夫的贵人，婚后可帮助他提升运势，事业更加顺利。第二，40岁前有望暴富的手相，你的手相如何？十指连心，可见手对于身体是何等的重要。自古以来，我们从手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，直到现在，中医学中还在沿用。例如，在消化科方面，可以通过看手掌有无肝掌来断定有无肝硬化。这样看来，学会看手掌还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哪些人的手属于卧财手，40岁前有望暴富。一、人缘线。人缘线位于小鱼际处，向着手心方向延伸，通常有1条或者2条、3条。如果一个人的人缘线不仅向掌心处延伸，而且还顺着中指向上走，则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会在婚后发富，也许是丈夫有潜力，也许是爱人能力强大，能相互扶持，走向富贵。二、生命线。生命线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主管生命的线。如果线路顺畅且清晰，代表的是身体健康，
有高寿的寓意。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的起点位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中心，然后分2条线向下走，而且都还清晰可见，拥有这样手相的子，命中的财富也是数之不尽，而且不动产有很多，多属于成功人士。3、财运线。理想的财运线如同针一样笔直延伸，并且不受障碍线的阻拦。出现这样的财运线，意味着收入稳定，有存款、有证券、不动产等资产渐渐增加，没有大难大灾，事业稳定，走入正轨，能过上较好的稳定生活。4、事业线。事业线又名冲卦纹、土、水行长财谶支、冲天纹、玉柱纹、天喜纹、纹笔等，在西洋手相学称为命运线。它的起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终点必在中指下的土星丘。事业线的起点不同，而会有不同命运开拓性的形。手中的事业线从智慧线上开始，为大器晚成。这类人在中年后才开始起好的事业运，事业上才能步步高升。5、断掌纹。拥有断掌纹的人，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，所以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利于事业发展。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，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厚、很宣、很软，那是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第3，手相能看出轨外遇信息。婚姻线顾名思义，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婚姻运势与走向。婚姻线外形的好坏，也体现出命主的婚姻运势特点。如果手中的婚姻线延伸至金星丘，那么其人在结婚之后出轨的概率相当高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可以说是天生的多情种。这样的人不但对于爱情容易缺乏忠诚度，对于墙外桃花也毫无抗拒能力，经不住诱惑，甚至期待多方面的感情。这样的人婚姻比较难以和谐和持久。3线同源，即感情线下垂，与智慧线、生命线连结在一起，则其人在感情与理之间常混淆不清，因而做出傻事，以致男女之间麻烦事很多，事后又追悔不已。此特征的人称为感情糊涂型，因为感情线压在理智线上，导致感情用事而不顾理智。失去理智的婚姻当然会弄得一团糟。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出现很多交叉符号时，也往往亦有外遇，并且亦有多段外遇。相对较轻或短暂外遇，但极有可能会外遇多次的手相。2条婚姻线极其靠近且长度不一的人，表示会在三角恋爱的关系上发生问题。如果上面的线较长的话，表示在结婚前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。相反的，如果上面的线较短的话，表示结婚后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。有3条婚姻线的人，这样的人主爱情复杂，贞操观念薄弱，且容易流于风流和多情。但若是智慧线好的话，说明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，因此就会可以避免与对方发生纷争。婚姻线特多4条以上，这样的人婚姻上特混乱，没有一个能让他留恋的婚姻，享受肉体的乐趣多于精神。因为他是一个频欲的好色之徒，所以很难过健全的家庭生活。感情线下垂弯曲且长度较短，一般有这种手相的人，自我意志能力较弱，有吸引异性的本能魅力，对异性容易一见钟情，不计后果。在开始一段感情时，热情冲动的他们很容易爱上对方，也极其投入，犹如烈火一般激情燃烧。
可是当时间一长，最初的新鲜感过后，双方的感情会被淡化，也就变得不再稳定。一个新的诱惑很容易就会使其见异思迁。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是他们飞蛾扑火的原动力，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一般爱情都不会长久。手有反骨，手掌向外翻，注定是劳碌命。首先，在我们讲解手有反骨这一点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手相案例。手相显现这位命主终身都是贫病交加的命，身体欠好，财气极差，千万不要盲目出资，必定失利完毕。婚姻上晚婚也不美好，指缝大的漏财，注意理财，否则花费大存不住，一辈子难有大的积蓄。手上杂纹多说明心事重，烦心事多，也主初期有些波折起伏，30岁前发展不够理想。主纹路身长清晰，有力能力强，素质高，力做事业，后期得运了，事业不错的。纹路的格局开，后期的发展空间大，力晋升，情线受伤，情缘波折易犯情伤。手指有漏财，为人小败家，这个倒是问题不大，小小伤财而已。最注意的是3线纹浅，根基不稳，小指弯曲无形，一般都缺少福气。还有手掌多青黑色，手色暗沉，一生劳碌奔波，虚名虚利较多，始终不能稳财稳运。何况还有诸多不好的手相情况出现，同时作用，注定今生多辛酸，难以安宁度日。人们一直认为看相只是用来看命运的，其实看相主要是要来策划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，提前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，才能做好预防的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提示大家，在成功的时候需要想着会失败的，因为乐极生悲，在失败的时候应该要想着如何的进步的。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能灰心丧气的，更需要有勇气来面对的，接受挑战，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。所以看相的意义在于提前知道，提前预防，提前做好准备，避开人生不必要的挫折，少走人生的冤枉路。第二，面相分析，你是富贵命、劳碌命还是享福命，一眼便能看穿。一个人能不能发家，除看本身的基础能力及后天努力外，自身的运势是否好也很重要。具有好的运势，即便先天条件差一点，只要把握住，愿意尽力，一样能收获到很好的结果。但如果没有好的运势，前提再好也会舍本逐末。相学讲究由内而外的观测，正所谓相由心生，尤其是相学里的手相学博大精深。根据下面的图片，我们就从手指、脚趾长短的角度看看，谁能一生好命，非富即贵。哈哈，学会了还可以观察身边的朋友、同事，还有你的老板。太准了，可不要被吓到哦。一劳碌命的手，食指比无名指长，此相乃是劳碌命，食指比无名指长。通常说来，这种人天性乐观，心机浅薄，非常容易信赖他人，自身也非常的善良。虽然这样的性格特质会多多少少带来福报，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却难以出人头地，聚财旺福。所以其一生命运相对平庸，想获得事业成功，必须付出2倍于常人的努力。二劳碌命的脚，大拇指、第2指和第3指一样长度，后2脚趾短，此相乃是劳碌命。要是脚趾的大拇指连着第2和第3指都同样长，标明这人心性敏锐，自然天生好强，做任何任务都要追求完满，一生不是劳力便是劳心，为前途奔波不已，但很少享受，款项来去匆匆，极可能就此辛辛苦苦地过终生。三享福命的手，无名指比食指长，此相乃是享福命。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，通常说来其人具有远见卓识，
与人为善，深谙社会规则，洞晓人情冷暖。而这样的性格特征非常适合在激烈的社会中立足，不到30岁便能走向人生巅峰，得贵人相助，事业一帆风顺，财运亨通，中晚年不愁衣食，富足广大。4享福命的角，第2个指最长，此相乃是享乐命。要是拇指边上的2指最长，那么说明这个人受祖荫，自然天生便是财星，从小含着金汤勺，一生衣食无忧，从不为钱发愁，成长的道路上策马奔腾，大都能具有平稳的好工作和志向的日子。也许分其定能豪富大贵，但必定可以闲适富有到老。5富贵命的手，食指和无名指长度相同，此象乃是富贵命。食指和无名指等长或长度差距很小，通常意味着其人天资聪颖，严于律己，自学能力极强，往往靠着自己独立的能力，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渐入佳境，越走越顺。不仅如此，另外这种手相的人赚钱能力一流，35岁后功成名就，大展宏图，有望富甲一方。6富贵命的角，大拇指最长，小指最短，此相乃是富贵命。如果脚趾是这样生的人，那么很幸运，这样的人天生头脑智慧高，为人处事稳重，具有才气佳，一生大财多，小财更是丰盛，做生意有一夜暴富的机会。要是恰当有后福之人，必然具有豪富大贵的人生。7无名指短小，无名指偏短小的人，有一部分存在着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存在一些缺陷，成长环境没有那么和谐，在长大之后，因为缺少了家庭的帮扶，在社会上全凭自己打拼奋斗，比较艰难的情况。而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，在民俗中认为这样的人比较有鉴赏能力，做生意喜欢以偏财类的方式赚钱，寓意好运滚滚，财源不断的赚钱钥匙扣是这类人群最适合随身携带的吉祥之物。8手心有断掌，断掌是指代表智慧和感情的2条线相交，从手掌的一端横跨至另一端的情况。拥有这种手相的女性往往有主见，能力强，属于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行动派，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但在婚姻上，这样的性格上容易给配偶造成压力，从而影响到夫妻感情。所以在择偶时就要尽量选择一个能包容自己的人，或是换一种婚姻相处的方式。生活中戴上红玛瑙节节高手链，既有获得对方更多爱护和尊重的含义，更包括了婚姻事业双丰收的美好寓意。9手指有缝隙，拥有这种手掌的人性格上有些清高，不会在意世俗的眼光，对于财富的意识也没有那么强烈。即使遇到赚钱的好机会，如果不合心意，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，也不会强迫去做。此外，手指有缝隙在民间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即花钱会大手大脚，同时也不太懂得如何理财。因此，如果时常钱包干瘪、入不敷出的朋友，要多学习积累财富的知识。10点1个斗，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斗穷2个豆腐。如果手指上只有一个斗的人，其实他们不是天生穷人命，而是非常容易劳碌。因为一个斗的人性格是细腻的，不管男女都很聪明，也有赚钱的本领，不出中年就可以赚足本钱。但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追求财富，就算赚得太多，也不会满足。钱财是越来越多，但也是越来越忙，手中有钱也还是停不下来享受生活。11点5个斗，如果人的手上拥有5个斗的话，这则证明这个人一生忙碌。虽然他们从小就有着不错的家庭环境，在父母的细心照顾下长大，但是他们这辈子就是操劳的命，整天都在为了自己的事业奔波劳累。即使是年纪轻轻就积累了不菲的财富，
他们也舍不得花，也没有时间花，因此手只有5个斗的人是富人，过着穷人命。12.8个斗，手指上8个斗的人气质出众，处事井井头。他们做事考虑周全，而且好胜心比较强，但是常常容易一根筋，一条路走到黑，因此就有可能导致事业上出现不稳定的情形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。有时候虽然赚钱比较多，但是漏财也依然存在，总是为了生活而不断奔波。即使到了老年，也会为子女的将来考虑，劳心费神是必然的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